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不关系您每一天生活习惯，更关系您晚年能不能远离冰冷病床与洗肾机。甚至帮您在危险时刻避开脑中风的深度影片开始前，我想先请荧幕前每一位阿公、阿嬷，还有在外打拼想孝顺父母的朋友，先停下手中忙碌的所有事，不管您在厨房刷洗老铁锅，准备煮晚餐，还是坐在客厅摇椅上拿住遥控器，在新闻与连续剧之间犹豫，都请先放下手边工作，找张最稳当舒服的椅子，或是能放松背部的沙发，稳稳坐下来，静下心来，听听家里浴室的方向。有没有传来熟悉的声音？那是热水器运作的低鸣，或是莲蓬投水流撞击瓷砖的清脆声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您活了几十年从没认真想过，却掌握生命开关的重要问题。您觉得洗澡这件从小做到大，每天重复的小事，真的只是洗掉身上脏污与一天疲劳吗？我相信90%以上的长辈都会笑住说，这也太紧张了，洗澡不就是求前进、求舒服吗？在台湾潮湿闷热的天气，累一天回家冲热水澡，洗掉一身臭汗，浑身暖乎乎、香喷喷去睡觉，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朋友，我今天带住沉重又不忍心的心情告诉大家，洗澡对上了年纪，血管不再像年轻人充满弹性的长辈来说，绝对不是可以轻忽的小事。它是身体每天的生死考验，是一场严苛又残酷的血管压力测试，顺利通过是享受，是延年益寿。若掉以轻心，可能是毁掉全家幸福。让儿女心碎的灾难进入主题前，若您想拥有完整的洗澡保命心法，学会用细节守护全家幸福，请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别让健康观念在资讯海中迷路。喜欢今天的分享，请在评论区输入洗澡平安4个字，为彼此健康加油打气。我想先还原一个台湾真实发生，想起就胸口痛的案例。那是一个深冬夜晚，台中的大型医学中心急诊室外，陈伯伯的家属焦急踱步，儿子急得满头大汗，布满血丝的眼睛全是恐惧，紧握医师的手颤抖恳求，求求您救我爸爸。他平常身体很好，每天都去公园散步，只是进去洗个澡，怎么会变成这样？此时急诊室内，医师看住头部电脑断层结果，心慢慢沉了下去，影像显示大面积脑梗塞，也就是缺血性脑中风。医疗团队立刻展开溶栓抢救，遗憾的是1个半小时后，陈伯伯还是没撑过去，永远闭上眼睛。家属怎么也想不通，陈伯伯今年67岁，有多年高血压，但乖乖吃药，精神很好。当晚吃完晚餐，还跟孙女玩了一会儿积木，开开心心去浴室准备洗热水澡睡觉。没过10分钟，浴室传来砰的巨响，儿子冲进去，看见老父亲光住身子晕倒在莲蓬头下，失去意识，怎么拍打呼喊都没反应。这就是残酷现实。洗澡这件平常又放松的事，竟在无意间成为压垮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洗澡会诱发严重脑中风？为什么安全的浴室会成为长辈的生命终点站？大家听好，这是我要解析的第一个核心逻辑，也是每位长辈必懂的医学常识。当我们洗澡，特别是洗热气腾腾、雾气弥漫的热水澡时，身体为适应突发高温，会产生剧烈生理变化。首先，心跳会因热气刺激不自觉加快，像怠速引擎突然猛踩油门。接住体温迅速升高，全身表层微血管为散热快速扩张，体内血液循环速度比平常快好几倍。对20岁年轻人来说，这种变化没关系，他们的血管像全新橡皮筋，充满弹性，扛得住压力。但对我们这些迈入老年，可能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血管出现动脉硬化的长辈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您的血管壁经过几十年磨损，像用了几十年的老旧铁管，
堆满铁锈与油垢，也就是医学上的斑块。当洗澡带来的热胀冷缩、剧烈血流冲击而来，像失控洪流撞击脆弱河堤，运气不好的话，原本不牢固、脆弱的斑块会被血流冲落下来，斑块脱落就变成血管乱跑的栓子，随血液流向大脑，堵住细小血管，就是脑中风；堵住心脏冠状动脉，就是心肌梗塞。甚至洗澡水温太高，导致血压短时间剧烈波动，血管壁承受不住压力，在浴室发生脑出血，就连神仙也难救。所以我常在门诊跟领药的阿公阿嬷说，每天洗澡其实是帮自己做无感体检，能平平安安气定神闲从雾气弥漫的浴室走出来，代表您的血管弹性与心脏功能暂时稳当，扛得住外界环境压力。那我们该怎么判断洗完澡后血管状态平稳呢？请大家洗完澡后别急住穿衣服或看电视，先对照镜子，仔细留意3个保命信号。第一个信号，洗完澡有没有明显晕眩感，或是看东西重叠？很多长辈洗完澡头晕脑胀，天旋地转，非得扶墙或坐小板凳休息。若没有这种感觉，整个人清爽，大脑清晰，恭喜您，代表血液循环系统稳定，血压调节能力强，大脑能快速适应浴室高温与客厅冷气的温差，这是血管健康的头号勋章。第二个关键信号，洗完澡心脏有没有不舒服？若洗完澡心跳很快、心慌或是胸口闷，像被石头压住，甚至隐隐刺痛，请一定要记住，这绝对不是正常状况，是心脏发出的求救讯号，告诉您供血已经跟不上。刚才在热水澡考验中已经超负荷运作，若洗完澡心脏安静，没有压迫感，代表心脏代偿功能稳固。第3个不能忽略的信号，洗完澡呼吸是否平稳顺畅？有的长辈洗完澡要像拉风箱一样大口喘气，觉得空气不够吸，这是因为浴室水气重，氧气含量较低，加上身体受热耗氧量增加，导致缺氧性呼吸。若洗完澡能快速恢复气定神闲，没有喘气现象，代表肺活量充足，心肺协调性还处在年轻状态。如果您洗完澡经常出现头晕、心慌、喘不上气的情况，我一定要拜托您，就算明天要下雨，也要让儿子带您去大医院挂心血管内科或神经内科。这不是浪费挂号费，是防患，坐过柱未然，是救命。老祖宗留下一句让人背脊发凉却充满生存智慧的话，那就是人洗3澡，命比纸薄。这句话不是诅咒，是用最直白的方式提醒，在3个绝对错误危险的时间点强行洗澡，生命防线会像宣纸一样脆弱，经不起任何意外风吹草动。刚才讲了陈伯伯的惨痛教训，明白洗澡是脆弱血管的生存测试，接下来的内容请您竖起耳朵，最好拿笔记下这几个绝对不能洗澡的魔鬼时间点，贴在浴室门口。第一个绝对禁忌，千万别在空腹或吃太饱后立刻洗澡。先说空腹洗澡，很多阿公阿嬷有早起洗澡的习惯，觉得一大早冲热水澡能赶跑瞌睡虫，但没吃早餐，肚子空空就洗热水澡，危险就在门外等住。空腹时，身体的能量来源血糖处在较低的状态，这时热水冲身，全身皮肤血管快速扩张，大量血液从内脏涌向皮肤表面，像发电量不足的发电机，突然供应整栋百货公司。最核心的大脑和心脏会因供血不足，血糖不够出现短暂异常，这时会眼前发黑、心慌、手发抖，严重直接晕倒在浴室。空间狭窄、地面湿滑的环境，一旦跌倒，后果不堪设想。而吃太饱后洗澡是另一种同样危险的坏习惯。台湾人爱吃，晚餐通常最丰盛油腻，吃完饭肚子塞满食物，身体会把全身血液尽量调到胃肠系统，忙住消化吸收营养。若吃饱饭放下碗筷立刻洗热水澡，高温刺激会让胃肠工作的血液被迫掉头，
感到皮肤表面排汗降温，医学上叫血流重新分布，后果非常严重。胃肠因缺血会消化不良或胃痉挛。更危险的是，若本身有冠心病或血管狭窄，这种剧烈血流变动会让本来供血不足的心脏和大脑瞬间缺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心梗、中风悲剧发生在晚饭后不久。所以我的建议是，饭后至少休息1小时，等饭菜消化的差不多，血液回流主干道，再去洗澡。第二个魔鬼时段，针对爱养生、爱爬山运动的长辈，剧烈运动或干重体力活后，绝对不能立刻洗澡，尤其不能洗刺激性的冷水澡。我常在河滨公园看见，有的阿公快走完几公里，或跳完活力满满的广场舞，满头大汗，身体发热，为了爽快回家直接浇冷水，或立刻冲浴室开热水。朋友，这不是洗澡，是玩火自焚。刚运动完，心脏还因负荷快速跳动，血压处在高位，体温还没恢复正常。这时冲冷水澡，极端寒冷刺激会让扩张的血管瞬间剧烈收缩，像炼钢炉里烧红的铁块，突然丢进冰水，血管壁瞬间压力爆表，极易诱发脑部微血管出血或急性心肌梗塞。那洗热水澡就可以吗？其实也不行。运动后心率本来就快，热水会持续扩张血管，让更多血液滞留在体表，加重心脏帮补血负担，让您胸闷头晕。所以最科学保命的做法是，运动回来先用毛巾擦前汗水，坐沙发喝半杯温开水，休息30分钟，等心跳稳，汗水停，体温正常，再洗38度到40度的温水澡。第三个重点，叮咛全台湾长辈，尤其爱喝两口的阿公们的绝对禁忌是酒后洗澡，特别是喝完药酒后，绝对是生命雷区。台湾长辈爱补身，很多阿公家里泡住黑乎乎的药酒，有人参、当归、海马，觉得睡前喝1小杯能通经活络、活血化瘀。但酒精在医学上是强力血管扩张剂，酒精在肝脏代谢时会消耗血糖，波动血压。这时借酒劲洗热水澡，热水的温热效应加上酒精的扩张作用，会让血压像云霄飞车一样不稳，极易发生低血压昏厥。更可怕的是，酒精会麻痹大脑神经，让您对浴室水温、身体平衡感失去精准判断，心跳变得紊乱。对心血管本就不好的朋友来说，酒后洗澡是亲手提高猝死风险，尤其是成分复杂的药酒，在高温环境下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副作用。我再三恳求各位爱喝两口的阿公阿嬷，千万记住，酒后不洗澡，洗澡不喝酒。今晚兴趣好喝了酒，就拿脸盆擦脸、洗脚，安稳上床睡觉。澡明天清醒再洗，真的不差几个小时。讲完时间的魔鬼细节，接下来聊长辈生活体面与舒适度的重要问题。到了北风呼啸的冬天，到底该怎么洗澡才不会越洗越痒，最后满身红疹？我门诊每到入秋或寒流来，很多阿公阿嬷匆匆跑来，痛苦地说：医师，快救我！全身痒得像千万只蚂蚁爬，抓得血淋淋还是受不了。尤其每天洗完澡，那阵痒简直要发疯。这就是皮肤科常说的冬季痒。医学正式名称是缺脂性湿疹。很多台湾长辈爱前劲，有洁癖，觉得每天要用老药皂或去油力强的沐浴乳把身上搓红，搓出老茧才叫前劲。但您一定要明白，随住年纪增长，皮肤表面的皮脂腺和汗腺慢慢退休萎缩，分泌的天然油脂越来越少，原本像保鲜膜一样保护皮肤锁住水分的油脂层变得非常薄，非常脆弱。如果冬天还每天泡澡或用清洁力强的化学肥皂，这不是清洁，是亲手撕掉皮肤最后的保护膜。水分流失后，皮肤像旱灾前裂的土地，出现密密麻麻的微小裂缝，空气中的灰尘或衣服纤维稍微摩擦，暴露的神经末梢就会疯狂发出痒的信号。所以冬天洗澡频率，我给长辈的黄金建议是，学洗对次数比洗多次数重要。
寒冷乾燥的台湾冬天。如果只是在家看电视、做家务，没出大汗，每2到3天洗一次澡就足够。甚至80、90岁，皮脂腺高度退化，皮肤薄得像蝉翼的长辈，3到5天洗一次，全身也可以。这不是不讲卫生，是保护皮肤的生命线。但请别误会，不洗全身不代表哪里都不洗。有几个核心部位，就算寒冬腊月也要每天认真清洗，就是双手、脸部、腋下、脚部，还有最关键的私密处。这些地方汗腺密集，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必须天天清洁至臂胳膊、大腿、后背这些大面积易前燥的部位，真的不需要天天用肥皂折磨。说到这里，我教大家冬季养的保命心法。第一个细节，尽量减少或停用传统强力肥皂。洗澡时只在腋下、胯下这些汗腺发达、易有异味的地方，用一点温和中性的沐浴乳。其他皮肤前燥的部位用温水轻轻冲一冲就好。第二个细节，掌握洗完澡后的黄金3分钟。洗完澡用浴巾轻轻压浅水珠，皮肤还带点潮湿水汽时，赶紧涂上含凡士林、神经碱胺、乳油木果油成分的润肤乳液，像给前列土地盖上保鲜膜，把珍贵水分锁在皮肤里。第三个细节，坚决拒绝过高水温。很多长辈有误区，觉得皮肤痒时用烫得发红的热水冲会止痒过瘾。朋友，这是饮鸩止渴。过烫的水虽然用高温麻痹神经，让您暂时不痒，但会瞬间带走皮肤最后一点油脂。洗完出来水分蒸发更快，报复性的痒会加倍折磨。讲到这里，我想起家住台南新化的许阿嬷。许阿嬷以前每年冬天都痒到整夜睡不住，她总觉得自己老了洗不前劲，每天用最烫的热水烫，用粗糙毛巾用力搓，结果越洗越严重，皮肤脱屑成鱼鳞状，甚至开始渗水。后来我强迫她把洗澡次数改为3天1次，要求她洗完澡3分钟内全身抹油。不到半个月，许阿嬷回诊笑得合不拢嘴，跟我说：“医师，真奇怪，我这辈子最爱前进，竟然靠少洗澡，把这恼人的老毛病改善了。”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健康逻辑，学会顺应自然，顺应身体随岁月的生理变化。到这个阶段，身体不是年轻人可以随便折腾的跑车，是需要精细呵护、温润保养的古董车。每一个洗澡动作都要讲究温和、适度、科学。讲完千万不能洗澡的时间点，现在进入最核心的环节，一套让血管实现软启动的黄金洗澡流程。请大家闭上眼睛回想走进浴室的瞬间，打开水龙头或热水器，温水流出。您第一个动作通常把水淋在哪里？我敢赌80%朋友，第一反应直接把莲蓬头往头顶冲，或直接对胸口浇，觉得那样最快暖和。朋友，这是我要教的第1条铁律，也是最容易忽略的救命细节。绝对不能先冲头。台湾很多长辈有心血管小毛病，比如血压忽高忽低，洗澡像给开了几十年的老车，冷车启动，一上车就猛踩油门，把转速拉最高，引擎和油路肯定受不了。所以我为您总结3步走的洗澡保命顺序。第1步听起来有点奇怪，要先洗脸。您可能会问，医师，洗脸跟救命有什么关系？我这张老脸又不脏。大家听好，这是身体的神奇之处。脸部神经是全身最敏锐、最集中的部位之一。走进充满蒸汽的浴室，毛孔会因受热快速扩张。先洗脸不只能清洁毛孔积攒1天的油脂，更关键的是温水接触脸部皮肤，是给大脑发出预警信号。这种温热感会告诉大脑指挥中心，环境温度变了，请准备调节全身血压，像开长途车前擦挡风玻璃，视野清晰。大脑对全身血管的调控才更精准，所以先用温水轻柔洗脸，让身体透过小窗口适应温度，是完美的开场白。第2步，清洗四肢和身体，
给血管做缓慢热身，洗完脸别急住冲躯干，要遵循由远及近的原则，从远离心脏的地方开始洗，从脚趾头慢慢往小腿、大腿移动，接住双手从指尖往肩膀移动。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长辈末梢循环通常较差，容易手脚冰冷，这种冲洗方式像怠速暖车，让血液慢慢温和地从肢体末端流回心脏，给心脏缓冲时间，不致力让血压因突然全身受热瞬间飙升。当四肢都适应水温，血液已经在血管稳定加速，这时再把水淋在躯干和后背，这时血管已经完成软启动，身体防御机制全部开启。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才洗头，这是最关键、最能预防脑中风的一步。大家要记住，头部是身体的行车电脑，密布全身最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如果一进浴室就先冲头，10几度甚至20几度的冷热温差，会直接刺激脑部血管剧烈收缩或扩张。很多浴室悲剧就是第一下冲头引起的。把洗头放在最后，是因为全身已经适应浴室温度，血液循环达到平稳状态，心脏也做好准备，这时再洗头对大脑的压力和冲击最小。说完流程，接下来叮咛大家环境与细节的保命心法。涉及温度精准控制，很多阿公阿嬷喜欢洗烫水澡，觉得水不烫不过瘾不解乏，但医师建议一定要去五金行买一支简单的水温计。洗澡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左右最安全，这个温度比体温高一点，既能带走脏污，又不会因血管过度扩张导致大脑缺血晕厥。而且洗澡时间千万不要超过15分钟。浴室是相对封闭潮湿的环境，洗澡时间越长，氧气含量因水蒸气增加相对下降。如果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心肺功能不佳，洗太久容易浴室缺氧，15分钟是一条红线。觉得还没洗够，可以出来做5分钟再进去，绝对不要一次待太久。接下来聊极具台湾在地特色的养生小妙招，就是洗澡前的一杯温开水。洗澡会透过皮肤蒸发，带走大量水分，尤其冬天。很多长辈洗完澡口乾舌燥，甚至有点头晕，其实是轻微脱水的切兆。我建议进浴室脱衣服前10分钟，先喝一杯大约150毫升的温开水。这杯水不只能滋润喉咙，更能给血液加点稀释剂，有效预防洗澡时因体液流失导致的血液粘稠，把血栓形成的风险降到最低。讲到这里，关据浴室安全，必须谈硬体设备建设，也就是防滑。台湾浴室滑倒导致骨折，甚至引发后续中风残障的情况，每年夺走很多长辈的晚年幸福。我建议不要吝啬几百块钱，浴室一定要放吸力很强，背后有排气孔的防滑垫，而且不能只放一块，从浴缸边到淋浴区再到洗手台下面都要铺满，如果可以，一定要在马桶旁和淋浴区安装不锈钢带颗粒防滑的扶手。很多长辈觉得装扶手代表自己老了没用，怕丢脸，朋友，这不丢人，这是聪明人的长寿装备，这是对全家人的责任。还有，我强烈建议长辈在浴室准备一张稳固防滑的沐浴椅，坐住洗澡不只能节省力气，更能从根本预防因低头转头引起的突发性位置性晕眩。除了这些，出浴室后的温度衔接也是生死关头。很多长辈洗完澡光住身子或只穿单衣就走出浴室，尤其北部的冬天，浴室暖烘烘，外面客厅冷风一吹，冷冰冰。这10几度的瞬间温差，对老化的血管来说像一次高压电击。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在浴室内擦前身体，并穿好衣服再出来。如果觉得浴室太闷，洗完可以先坐在马桶盖或沐浴椅上歇2分钟，等身上的热气散一散，披上厚实的浴巾，护住最怕冷的肩膀和后背，别让那临门一脚的温差毁了前面所有的保命努力。说完这些硬性操作，我还想跟荧幕前的阿公阿嬷聊聊容易被忽视的心情调节。
洗澡本应该是快乐的。如果洗澡前刚跟老伴拌嘴，或正为儿女的事情生气，这时候请先冷静10分钟。情绪激动时，血压本来就不稳，再加上热水的刺激，就是给血管加压。洗澡时可以试住哼一哼台湾经典民谣，或您喜欢的歌曲，这种放松的心情才是最好的血管扩张剂。讲到这里，我想起家住台南的林伯伯。林伯伯以前洗澡大大咧咧，喜欢在大冷天把水温开到最高，觉得那样爽。直到有一次他洗完出来，一推开浴室门，被走廊的冷风一吹，整个人直接瘫坐在地上，半边脸麻木，说不出话。幸好儿子还没睡，第一时间发现，紧急送往医学中心，因为救治及时，只是轻微的小中风，透过复健找回功能。后来林伯伯完全改了，他跟我反馈说，医师，我现在洗澡像在做神圣的仪式，我会先喝半杯温开水，进去后先洗脸，然后从脚开始慢慢冲，水温我调在40度，还会开注暖风机。我发现照您说的顺序洗，不仅洗完后不头晕了，整个人那种深度的放松感是以前那种烫水澡给不了的。林伯伯说的非常对，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大张旗鼓去买昂贵的补药，而是体现在每一个微小的、正确的、持之以恒的生活细节里。我们这一辈台湾长辈是全世界最坚韧的一群人，年轻时为了生活奔波，为台湾的经济起飞流汗，老了还要面对身体各种零件的自然磨损。我们不怕变老，因为那是岁月的奖赏，但我们怕的是失能，怕的是那种躺在病床上，凡事都要看人眼色，完全没有个人尊严的日子。而洗澡本来应该是我们享受独处、放松身心的私密时刻，它绝对不该成为夺走我们生命尊严的杀手。我想对大家说一句心里话，保持健康其实是我们对自己、对家人最后的一份深沉的责任。你想一想，如果您每天能按照这套科学的方法，稳稳当当地洗好这个澡，您身体硬朗，皮肤不前也不痒，血管通通透透，您能每天前前静静，神清气爽地坐在饭桌前，跟儿孙一起吃顿热乎饭，听听孙子讲学校里的趣事，那不仅是您的福气，更是您远在台北、台中或国外打拼的儿女们最强大的底气。只要您在家里身体健康，您的孩子在外面面对工作压力、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他的心就是定的。他不需要在重要的会议上，因为担心家里的老人洗澡摔倒而心神不宁。他不需要在漆黑的深夜里接到那个可能改变全家人一生轨迹的急诊室求救电话。您的平安就是全家人这一辈子的定海神针。为了让大家更全面地掌握这些知识，我还想补充几个非常重要的延伸细节。比如说，很多长辈习惯在洗澡时用力搓揉身体，尤其是后背和脖子，觉得这样才能彻底清洁。但这里有个危险动作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猛然回头或者大幅度扭动脖子去搓洗后背，这个动作可能会压迫到颈部的血管，尤其是如果本身就有颈椎问题或颈动脉狭窄，猛然扭头可能导致大脑瞬间供血不足，引发晕厥。正确的做法是使用长柄沐浴刷，或者请家人帮忙，动作一定要和缓。另外，关注浴室的通风也极其重要。很多家庭的浴室通风不佳，洗澡时门窗紧闭，导致水蒸气弥漫，氧气稀薄，对易心肺功能较弱的长辈来说，这非常危险。我建议即使天气冷，也要将排气扇全程打开，或者将窗户开一条小缝，确保空气流通。洗澡时如果感到胸闷、呼吸不畅，不要硬撑，应立即停止打开门通风，坐下休息。还有一点是观问沐浴产品的选择，除了选择温和的沐浴乳，也要注意避免使用含有过多香精或精油的洗护产品。有些化学香精或精油成分在高温水汽环境下可能会刺激呼吸道，引发咳嗽或过敏。对伴有气喘或慢性支气管炎的长辈，
尤其需要注意选择无香或淡香成分。简单的产品是对呼吸道的一种保护。最后，我想特别强调，定期健康检查与洗澡安全的关系。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自我观察信号，比如洗完澡是否头晕心慌，都应该成为您和家庭医师沟通的重要内容。在每年的健康检查中，除了常规的量血压、验血糖、血脂，也可以主动和医师讨论您的洗澡习惯和感受。医师可能会根据您的情况，建议您做更进一步的检查，比如颈动脉超音波来评估血管斑块的具体情况。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充分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是实施所有保命措施的基础。今天这堂关娟洗澡真相的课程也要慢慢接近尾声了。我知道今天讲的内容真的很多，从陈伯伯的惨痛案例，到3不洗的禁忌，再到先洗脸后洗脚的黄金流程，以及补充的这些小细节，每一个字都是我作为一个医师，在无数个值班的夜晚，看到那些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后，最真诚、最迫切的叮咛。我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把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小事讲得这么细致，是因为我深深地爱住咱们这群在台湾土地上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伙伴们。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匮乏，见证过繁荣，我们最懂得珍惜。如果您觉得我今天分享的这些细节，哪怕只有一句话，让您觉得心里踏实了，或者是让您决定明天就在浴室里多放一个防滑垫，给洗澡水降2度温度，我都觉得我这几个小时的创作，这无数次的推敲都没有白费。请大家动动手指，不要吝啬您的赞。更重要的是，请点击那个分享按钮，把这部影片转发给您的家人，转发到您的老同学群组里，特别是传给那些还在因为爱前进而每天洗烫头澡的长辈，或者是那些工作繁忙可能忽略了父母浴室安全的年轻人。告诉他们，爱有时候并不需要千言万语，爱就藏在这一盆温润的暖水里，藏在这一份长达15分钟的耐心等待和科学守护里。我们要用最真实、最科学的医学知识去对抗那些无知的意外。我们要用最温情、最在地的叮咛去守护咱们这弥足珍贵的下半场人生。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份最诚挚的祝福，愿荧幕前的每一位阿公、阿嬷，每一位老哥哥，老姊妹入狱解千愁，洗去一身尘，出狱一身轻，焕发第二春。血管常通透，心脏稳如山，晚年享清福，岁岁报平安。本影片内容仅为科普参考，不能替代专业医疗诊断建议或治疗。如果有健康问题，请务必类询您的医师或是专业医疗人员。我们下次影片见。